命运瑞兹，一套强度和上限极高，且无需转职就能玩的瑞兹阵容。检索3次元4命运2星瑞兹，排除4学者4堡垒以及高法师的干扰。对比8次元2星瑞兹，我们会发现两套阵容的平均名次前4率平均等级相当，但命运瑞兹的登顶率却高出将近一半。如何理解这样的情况？首先是次元瑞兹本身的问题。次元有很多挂件，非常依赖瑞兹的单 C 能力，很需要2星瑞兹，但瑞兹单 C 能力不足，1星瑞兹在4阶段可能几乎全败。如果要投入资源搜2星瑞兹，则会上不了9级。而新的这套拼法里全是质量卡，塔姆是优秀的群控，8级就能开出3法的娜美能衔接控制做伤害补充，其他命运牌是便宜且优质的质量卡。对比次元中的2、3费挂件，卡萨丁、EZ 更有存在感，且更方便被替换成其他高费质量，因此瑞兹可能只有1星，但也够打。其次，高次元的玩法极度依赖转职，且后期的上限需要指定的外援位5费的2星诺拉、皎月，而这套除了2星5费外，后期泽拉斯法杖数高于9之后，高额的真实伤害能助你摧毁一切。接下来展开讲这套阵容的各项玩法细节。首先是过渡，可以连胜也可以连败。连胜的话，推荐2阶段留2套。一套是3次元拼前排左一代 AP 装备，另一套是堡垒芬妮这边芬妮或左一代装备。如果是连败，则需要一些延迟的战力，比如银色假人、救援已在路上等等。连败时注意2点：一是3-1时不要 F 到6人口，防一手金色追求；3以上的怪也不要激活无用的羁绊，以防刷到不想要的转职占强化符文刷新栏位。这套阵容接受30血左右在8人口启动，但比正常的过渡不一样的地方在连败的8人口要有2星4费的前排加后排。出装方面，第一点理解是前排不做正经肉装，最好是2星塔姆、2星宝石带个偷偷或冰甲。不用做完美肉装，是因为这套阵容的前排资源投入产出比太低了，喂的是草，挤不出奶。阵容控制十足的情况下，其实没有那么需要坦度，且中期命运连塔姆能给到200到400的全体血量。第二点是要做至少2套法系后排装备，其中一套要带重伤、鬼书或者红 buff 都可以，重伤来源一定不能是前排的日炎。散件的优先级是大棒、水滴、攻速、腰带，分别对应右侧的这些装备。关于奥恩神器，比较趁手的有这些：瑞兹的投机者、金身、狙击手、魔运、娜美的世界专注。光装备，瑞兹就一个大帽子好用，所以海克斯不会去选到光明重构。彩、金、银色级别的强化符文推荐这些。最后补充2点，玩这套阵容尤其值得关注的。第一是这套阵容在9人口的数据要比在8人口好非常多。8人口的平均名次是 5.59， 前4率 24.8%， 登顶率 2.71%。9人口则来到 3.22 的平均名次，前4率 76%， 登顶率 26.3%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能上9，则大概率前4；如果前4，则有一半概率吃鸡；如果不能上9，则几乎不可能吃鸡，连吃分都难。所以8人口有容错的情况下，能小弟绝不大弟，只需要大弟一波，绝不波波梭哈。8人口的法杖是来了就买，高于3块的来了也不买。另外是关于阵容的对位，塔姆和敌方关键后排 C 站同侧，这样能控到敌角 C 位；娜美则是和对方 C 站对角，瑞兹与对方 C 站同侧，可以蹭到伤害。诺拉的猫连后排的主 C 一般是瑞兹，优米自己的初始位置放到第1排边角，它算一个碰撞体积，可以用来卡位。塔姆在棋盘各位置的胜率如图，可以看到站左1右1效果比较好，娜美则是最后一排的左2右3。最后是本套阵容的一图流，展示的是9人口的板子，法杖数大于等于9，且有一定前排质量，不缺坦度之后，命运就可以考虑连泽拉斯了。在此之前一律连塔姆。8人口诺拉来之前是威古斯，皎月来之前是塔里克。注意1星皎月不换2星塔里克，4次元就4次元，不必有强迫症。高清图可前往公众号手刃猫咪查看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